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退役中将帅化明，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政大外交系教授黄奎博，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来关注一下这个贺锦丽啊，现在看起来在年轻的选民支持度的确是大幅领先川普来，先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MSNBC 的新闻最新民调显示出来，从18到29岁的年轻选民当中这个贺锦丽跟川普的差距是拉得非常的大现在目前贺锦丽的支持度到了47%，川普只有34%。那主要就是因为贺锦丽的团队还蛮擅长打空战的。过去呢，其实在空战的领域来说的话，川普是碾压拜登的但是现在遇上了更年轻的贺锦丽，他还有这个迷因广传，所以这个年轻人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愿意给予支持在 ABC News 的最新民调，贺锦丽也是以43%的支持率领先川普7个百分点，特别是呢，在27岁以下的年轻支持度更是冲上了60%。那所以《纽约时报》倒是好像有一点不同的声音他说笑声呢，与其说是贺锦丽惹麻烦的东西不如说是他最有效的武器所以现在从哈哈笑的贺锦丽，现在变成了一个他的新的这个哈哈笑武器。那再来我们看看纽时又开了第一枪，他说其实还有其他合格的民主党人呢，可以与川普较量并且获胜，在没有经过真正的竞选就选择候选人，正是导致民主党推举出的民主党人和独立选民深感忧心的这个领袖的原因所以看起来纽时好像开始有一点转变风向虽然说这贺锦丽的民调不断在提升，但是竟然有这样逆风的声音出现。那川普这边当然也有隐忧就是他的副手范斯，他现在开始也觉得说，贺锦丽好像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打他称呢这个败下贺上是耍阴招就是当发现看起来这个局势不妙的时候，他就说民主党是来阴的，因为呢他说民主党临阵换将，贺锦丽呢其实我们所有人有点被阴了坏消息是贺锦丽不如拜登有包袱，他年轻很多，显然也不像拜登那样在竞选当中挣扎，倒是自己范斯好像在中西部的声望不如预期，本来好像是主打一个就是跟这个川普很类似的一个形象，但是这个形象好像只有在川普身上奏效，在范斯身上看起来很多摇摆州并不是那么的支持他CNN 7月份的时候，在伊利诺、印第安纳还有密西根、俄亥俄、威斯康星州的一些民调显示说，他的支持度只有28%，不支持度竟然高达了44%那这也是这些地区过去44年来他算是第一人了，就是最不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副总统参选人。那这个 CNN 的数据记者他就讲说现在看起来他们在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全国大会结束之后，他的支持度比不支持度低了5个百分点。最了解他的地区跟选民不喜欢他的程度比起全美还高，也就是说越了解他越不喜欢他，这是一个现象所以看起来，所以这个像共和党有一个说要换副手的一个声浪。那美选现在当然主轴不论是民主党或是共和党都是在打中俄牌那你看看川普就讲说，当选之后要取消这个对于中国大陆的一个定位，就是开发中国家，他说要取消这样的最惠国待遇，他就说现在中国大陆很强大不能再以这个开发中国家来定调了，所以很多这样子的一些优惠待遇应该要把它废除，他也会这么做，如果他一旦当选的话，会把这些优惠全部都拿掉但是呢，我们看看谢峰的回应就是中国大陆驻美大使呢，他说这些关系如果一旦贸易终止的话，损失的是你美国可能会带来1.6兆的美元经济损失。那现在美国他们自己本身美国这个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突破35兆美元，现在他们财政部要下调 Q3 的举债规模。根据他们财政部网站7月29号，也就是最新发布的一个数据显示呢，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举债规模已经突破了35兆美元大关。那他们现在预测呢，这些巨额的债务将会分散到美国民众身上。
那相当于每个人的负债将近10.4万美元，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哦。换成台币的话，就是大概就是300多万，一个人举债300多万。那现在市场也压住说，现在美债殖利率哦，恐怕连3个月下滑，9月份应该有可能就是降息2码。但是末日博士呢，倒是讲说，他最近撰文就指控，他说美国财政部去年11月增加了10年美债的发行额，而不是惯常的这个发行短债，而是有意的压低这个长债的殖利率，来协助民主党在11月这个大选获胜。就是你是不是要用美债来操控选举呢？那叶伦是跳出来否认哦。那他说这个罗比尼的文章呢，这样的一个暗示啊，他说其实我可以100%的保证不存在这样的一个策略。他说，而且我们根本没有讨论过这类的问题哦，所以赶紧做一些否认，很怕说，这个又变成了一个对手打击的这样的一个攻击点。但事实上是如此吗？那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帅将军怎么看现在这个美选的混战？我想这个选情啊，这个贺锦丽出来啊，就刚好让拜登很多爱他的群众，以前拜登选的时候，让大家没办法帮他讲话，因为大家众目睽睽看到你又摔跤又失智，对，所以都没有什么声音。但是美国的这个讨厌川普的人还是很多，对，尤其知识分子啊，这个金融界啊，稍微了解政治一点的人都不喜欢，因为他太不可预测。所以贺锦丽出来，这个声势一下子就是长高。我记得在这个贺锦丽还没出来以前，刚刚出来的时候，川普笑他，说他是 happy again 啊。我那时候在节目上讲，有什么不好？你那个 great again 啊，让人家看的是很虚无缥缈。这个 happy again 至少经济要好一点，老百姓高兴一点。所以这个 laughing 啊，这个大笑啊，带给人家有点轻松的感觉，不像那个川普好像是一个 fighter 对，所以这个年轻人比较喜欢。第二个，这件事情也看出来 ，TikTok 这一下可站稳了。这个前一阵子国会里面这么刁难。现在2个总统候选人都要搞 TikTok 来争取年轻人的选票，因为年轻人都不耐烦看长篇大论了，都喜欢像台湾以前叫什么包，这个懒人包，懒人包，美国年轻人也是一样的，TikTok 只有几十秒钟就看一个东西，所以贺锦丽问题的胜败啊，可能还在关键州跟9月份的辩论，9月份的辩论很重要。所以川普现在也有一点受到威胁了，因为贺锦丽的口才不会像拜登那样要读稿比较干嘛啊，但是贺锦丽也有他的短板，他对通货膨胀他不承认。事实上，美国老百姓最大的痛苦就是通货膨胀，所以这个问题啊，川普骂他是反犹太，偏偏她老公是犹太人，这也无所谓了啊。对少数族群。因为川普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称黑人叫 Negro，这个让有色人种对很反感，所以你要说贺锦丽是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也不一定啊。但是如果这关键在这个摇摆州跟这个辩论会，有可能会翻盘，但是这一翻盘，美国可就真乱了，因为川普那些铁粉呢，那是一种暴力行为比较习惯的。这个范斯啊，虽然是铁锈区穷人里面出来的，但是你今天范斯的生活的表现，让穷人感觉到你好像不是我们穷人，穿着打扮，这个生活方式，有点背叛的感觉啊！你看以前中国大陆他们起来的时候都穿毛装，哪怕他生活再好，他也是穿那个毛装。你要当穷人，就要像个穷人嘛，才能引起共鸣嘛。你看看印度的尼赫鲁，有穿过一套西装吗？对不对？这个老蒋他们一套中山装，永远是你的 talk like a rich man， walk like a rich man， 你样样像个有钱人的话，铁锈章上好，你扒上了，你过了好日子。他们铁锈州真的是对政府很失望，所以范斯的票下降，贺锦丽的年轻票上升。这一场大家现在突然看好川普，我觉得还是有2个拼在最后这100天里面。这100天，因为贺锦丽的
金主的钱也到位了嘛，到位了，就看他这100天的造势怎么做。我的重点还是看摇摆州那个选举人票啊，对，还是左右很多。像当年这个希拉里，虽然普通的票很高，但是还是输给了川普。所以这个问题啊，就看这个贺锦丽把那个太空人能不能争取到，因为太空人那个摇摆州里面是也蛮关键的。那么我讲过，美国就是崇拜英雄嘛。对，川普能起来也是那一个熊样，让人家看到比较有魄力。那现在贺锦丽的副手如果也是一个有魄力的表现的话，这个我认为这个选举有得看。好，来请教玉芳哥。摇摆州的确是最重要。我们先讲一下，这摇摆州有7个州哦。拜登上一次只丢掉了北卡，只掉了北卡。那我现在为什么觉得会比较看好贺锦丽？虽然很多人在台湾，很多人大家都认为川普会当选，我觉得看好贺锦丽的原因是因为拜登这个下来了，有贺锦丽在七个摇摆州，跟川普是在快速接近拉近，有只输个1%、2%，输的比较多的是大概是那个亚利桑那大概输了5个百分点哦。不过非常有意思，大家值得注意，为什么拜登上一次7个州里面赢了6个州？因为那个地方是民主党算是很强的地方。现在这7个州里面，除了乔治亚州的州长是民主党是共和党以外，其他6个州全部都是民主党的人在当州长。真的选举州长的影响力是很大的，就像立委选举县市长的影响力是很大的一样。所以我是比较看好亚利桑那州，它为什么输到5个百分点呢？因为这个就是所谓的移民，非法的这个移民进到美国来。亚利桑那州是其中除了德州以外被冲击的比较厉害的一个州嘛。那说贺锦丽前2天就到了那个边界那个地方，跟当地的那些地方首长们都见了面，那反应好像还不错啊。那些市长们也答应要支持他这样。所以我的感觉。刚刚讲到 Vance， 这的确是跟川普加不了分。川普认为他赢定了，所以他要的人不是一个副总统候选人，要是一个真正他未来的接班人。4年以后他当完总统，一个可以完全听他的话，然后可以继续向前走，意识形态跟他完全一样的人。可是 Vance 这个人是根本口无遮拦，那口无遮拦程度还比川普还要严重。你怎么会去骂说民主党是被一群那个没有生孩子的？这个在养猫的那些这个老太太们呢？你讲这种话，第一个，美国人喜欢养猫，喜欢养宠物；第二个，美国很多人没有小孩。那个奥巴马本身2个小孩就是做试管婴儿做出来的，因为现在因为大地污染的太严重，所以怀孕的能力是变小的。所以你讲这种话，你就伤害很多的妇女。所以妇女票原本 Harris 上去以后，在妇女票上面就已经超过了川普了那个是50比45，这是7月22跟23。那现在再来做民调的话，这个在 Vance 讲完这些话以后，再来做民调的话，我相信现在当然是这个差距会拉大。所以整个来看我是觉得这次的少数族群的票其实是很重要。第一个犹太人，犹太人钱是很多的犹太人大概在美国现在是大概是600多万人占美国人口大概只有2%而已但是他的投票，他的这个影响力是超过他的人数的。第二个就所谓的黑人，黑人过来就是 Latino， 就是那个讲西班牙话、讲这个的后裔，这2个加起来的话31.5那上一次为什么奥巴马2次选举会赢，而且赢了很不少呢？第一个，奥巴马在2008年的时候 ，Latino 的票是他得了66%，黑人的这个票呢，2008跟2012都得到90%以上。你如果以贺锦丽的这样的一个黑人的背景，你认为他得的票会比奥巴马少很多？我不认为，尤其奥巴马现在跳出来开始在力挺他，所以那 Latino 的票一向都比较支持民主党。
这2个拿下来，加上他是犹太人的太太，这个我觉得对贺锦丽的帮忙会很大。我目前我还是看好，最后一定是贺锦丽赢。好，来请教黄老师。确实啊，像林委员刚刚讲的，在现在的摇摆州的差距非常的接近。或许啦，这个我们不要讲那么仔细啊，但是现在的所谓的摇摆州里面啊，大概啊，宾州的差距勉强啊有一点点明显，那是川普领先一点点。那亚利桑那确实啦，本来拜登落后最多到7个百分点。那现在呢，看起来是5个百分点上下，而且这是前几天的民调的结果。所以，如果贺锦丽她选择了亚利桑那的州长或者她的参议员作为她的副手的话，我觉得那个是很合理的。因为有一些美国选举的民调指出，自己州的选民啊，他会倾向于支持自己州出来的政治人物。那这个本来其实到台湾几乎都一样嘛，几乎啦都一样，所以亚利桑那既然是贺锦丽目前在摇摆州最居于劣势的，那么他如果找一个亚利桑那出身的重量级的政治人物，就算没有全国的知名度，但是我们都知道美国因为它不是全选民投票去比这个总票数的，它是要看各州的结果，所以亚利桑那如果贺锦丽可以拉近距离的话，那对于对于川普来讲，这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威胁。那拜登我觉得他已经退选了，但是呢，他抛出了一个议题，贺锦丽不得不接球，但是也会造成美国内政的一个非常大的争议，也就是关于美国大法官的任期。因为拜登他已经说了，他未来半年任期里面的重中之重是要把大法官的任期从终身制变成18年。那这个不是不能讨论，只是呢，在众议院是由拜登的敌对党，也就是共和党执政。那在众议院里面的议长强森已经说了，我不会处理这件事情啊，这个事情这半年内我不管。但是拜登又说这是他的主要执政的内容，他推动政策的最后的一个重点。那么贺锦丽要不要支持呢？目前贺锦丽在一个非正式的这个场合里面已经表示了支持，但是他的支持会不会造成他跳入了一个美国宪政改革的漩涡里面，不得而知。总之就是摇摆州的接近会让美国总统大选更加的好看。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微博置顶的一个词条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会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那其实梅洛尼呢，他不是一上任的时候赶快讲说我们要退出"一带一路"嘛？但是事实上，对于意大利来讲，并不想要断掉跟中国大陆的一个这个"一带一路"或者是商业的往来。他们现在用一个新的方式，就是说要有一个3年行动，就不提"一带一路"啦，换个名词啊，就是做给美国看，因为美国希望说他们能够退出嘛。那他说北京呢是应对国际紧张局势重要的一个对话方，所以也表达了这跟这次跟中国大陆接触的一个重要性。那习近平也回应了，就说当前世界100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意两国要秉持着弘扬丝路精神，所以同样也是一带一路这个丝路的概念，但是换个名词，但是精神不变哦，来推动中意的关系行稳致远。德国之声就讲到了，他说现在目前对于中欧之间爆发贸易战的担忧，以及吸引中国和汽车制造业和其他领域的投资兴趣，现在是交织在一起哦，所以这也是意大利来主要的一个原因，希望能够让一些这个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产业是不是能够往这个意大利这边走近。那我们看到梅洛尼跟李强的见面呢，他说被外界视为对中鹰派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呢，其实他在28号跟李强见面的
的时候就承诺，将会跟中国大陆重启合作，那签的这个为期3年的行动计划。他说，我们需要以一个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来保证稳定、和平、自由贸易。所以其实等于说换个词而已啦，就是还是希望能够跟中方保持这样的一个经贸上的联系往来。那再来呢，菲律宾倒是现在跟着美国走，跟着拜登走，把自己走到了一个绝境吗？因为呢，中国大陆本来是要替菲律宾盖一条这样子的一个苏比克克拉克的铁路，但是现在中方已经退出这个计划了。菲律宾怎么办呢？跑去找日本、美国就是求助，就说这个62亿人民币的这样的一个铁路计划，是不是美日可以来接盘一下呢？这个菲律宾的前国防部长他就有讲说希望这个美日你们可不可以买单因为本来是中国大陆想要来帮助出资来盖这一条铁路嘛。那其实这个本来是被菲律宾视为一个旗舰的基建计划，吕宋经济走廊的一部分这个铁路项目是这个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呢，因为那个小马可仕上任之后呢，一直跟着美国说变就变。明明去年第一个访问中国大陆的就是小马可仕就突然这个大转变，变成美国的这样子，好像棋子一样，跟着美国一起在抗中所以中国大陆就退出啦，那你自己想办法吧。然后所以你看到他们现在只剩嘴硬了。这个菲律宾的前国防部长讲说如果有美日接手的话，我们会更放心或者是说韩国还是其他对我们友好的国家来接手，我们也都会更放心。那问题是人家要接手吗？未必人家不见得要理你那你看看这个拜登日前退出了连任竞选现在也引发了菲律宾他们本身官员跟企业的一些隐忧。如果11月的时候不是民主党而是川普入主白宫的话，恐怕美国也会改变对于菲律宾的立场。所以我们看看这个菲律宾的前总统发言人罗克，他说马可仕政府倒向美国是一个重大错误，外交政策的转变对于中菲关系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导致中国在菲律宾的投资减少非常的多，那就是自己选的一条路嘛。那我们看看这个大陆现在改变一些策略，是不是要逼着美方出手呢？比方说现在中俄有非常多的动作，解放军轰6首次进入到了阿拉斯加的防空识别区，那美军也是升空拦截其实也不光是这个轰6啦，也是跟俄罗斯这个图这个95一起好像出现在这个地方。另外波罗的海这边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些动作，波罗的海这里我们看看这个波罗的海也是同样有这个中俄的一些军舰到了北约这边，那有2艘的052D 的驱逐舰，还有这个洪湖号补给舰进入到了波罗的海。那还有呢，这个大陆的第3艘航母福建舰也在7月的时候进行了第3次的海试。那现在完成第3次海试之后，大陆的军事专家讲说舰载机都已经上舰了，所以接下来第4次第5次的海试应该是更值得期待。那古巴这里呢，这个其实俄罗斯也有新的动作，就是他们的这个舰艇呢2个月内第2次在访问古巴，所以看起来这个现在中俄联手不断的在各地对这个美国或者是美国的盟友们施加压力，那就是给予一些反击嘛。因为你美国之前不是很喜欢到印太来吗？那现在我也到你家附近走走，这个给予一些回礼嘛。那我们先来问一下这个玉芳哥，这个国家军事力量强大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它一定会向外这种辐射性的发展嘛。那美国作为一个全球的霸权，它当然它的军事力量到处看得到，光是基地在全世界，美国的基地700-800座，800-900座，都这么多座，很难想象在一个这个没有战争的年代，竟然在全世界维持这么多基地，可是它就是这样子。那它的军舰它的战机呢，在全世界几乎都看得到。对，它连黑海都曾经出现过。所以中国大陆它现在它的志气是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舰队了，所以它也要往全世界都走。所以未来在美国，其实现在在美国，就加州的外海啦、阿拉斯加外海啦、夏威夷的附近，美国军舰的
出现，美国战机的出现都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好，以后会在更多的地方，你会看到中国大陆的那种军事力量的这种展现，透过战机啊，透过这个战舰、军舰啊这样子展现出来啊。那这个会不会让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会变坏？我认为是有这个可能，因为美国会感受到中国大陆威胁会更多。因为俄国曾经也像美国这样子，在全世界很多地方，他不停地展现他的军事的力量。问题是他现在不行了嘛？他的经济力量不行，带动了军事力量下降，而且现在又在乌克兰打仗，僵持在那个地方，他已经没有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了。那中国大陆现在他就是展现他有这样一个能力。对美国来讲，这当然就是个威胁。对美国来讲，这个就是他们认为中国大陆比俄国要危险，这个威胁要更大的这样一个原因。我觉得意大利这是蛮有意思的啦。意大利这个就是现实了。你刚上台的时候，或者还没有上台以前，你可以讲一大堆的话。阿根廷的总统也是一样。你可以这个藐视这个藐视那个，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你上去了，你就发现你这个总理，你意大利在欧盟里面，你不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严格讲起来，这里面有德国有法国，你意大利其实你勉强算是老二而已而且欧洲整体来讲，经济的能量是下坠的，欧洲的整体的经济的生产力也好，等等都是下坠的。整个世界的经贸的重心是转移到这个印太地区特别是在亚太地区这个地方。那你在意大利，你在一个欧洲现在又被这个乌克兰这个战争也绑在那里，所以经济的活动也受到很多的干扰。那你意大利你的经济又不好，那你请问你要做生意要跟谁做生意？你当然到太平洋这一带来做生意啊。那你到太平洋做生意，你怎么能够丢掉中国大陆那个市场呢？对，其实去年一度，意大利对从中国大陆进口是减少，对中国大陆的出口是增加了16.8%。可是到了今年的上半年1月到5月的时候，整个来讲这个又下去了，所以意大利自己也会有所恐慌。所以我认为他也不是说特别对中国大陆有什么好感，或者想跟中国大陆建立什么样战略性的这种关系、伙伴的关系，我想都不是啦。他最重要的就是你现在当了意大利的总理嘛，那你的国家的经济力量是最重要的嘛。那你现在要好好做生意，要赚钱的话，你往太平洋来，那你中国大陆这么全世界这么大一个市场，你是不可能忽视的嘛。所以他要来，这跟阿根廷的总统上台以后又改变了他的说法是一样的事情。就中国大陆，你喜欢他也好，不喜欢他也好，你不可能忽略他的存在，你不可能忽略他的生产力跟他的购买力。好，来请教帅将军。首先我们讲这个轰六跑到阿拉斯加那是，阿拉斯加是美国空防司令部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因为从北极海里面发射飞弹的话，可以整个威胁到美国的东部跟西部，对，笼罩全国。所以在阿拉斯加就有我们跟台湾那个扑爪雷达一样，可以看2-3千公里以上。那么防空飞弹也部署很多。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这个轰炸机去是一个示威的行动。我很早以前就讲过，什么歼20了、F-35B 了，是空军里面的前菜。我要开路以后才有轰炸机。轰炸机是全餐里面的主菜，因为它的杀伤力跟毁灭力最大。各位都看过东京大轰炸，杜立德的一次轰炸10万日本人被烧死，所以轰炸机去这个示威的行动。而且呢，你美国一天到晚在中国周边搞无害通过，我也是按照国际公法，我也无害通过。可是通过以后，你就碰到它的敏感神经。第二个，我讲意大利，意大利既没有能源，也没有什么值钱的国家资源。那么，但是它丢掉中国市场的话，它就经济会更惨。但是对中国，它一定有幻想，因为意大利都出精品了。那个汽车要找比亚迪啊这些帮忙，因为它就是阿尔法罗密欧的这个名牌车子，还有一个这个玛莎拉蒂，在台湾也是算是高级车。
但是这些高级车将来迟早要走上电动化，对，它能没有宁德电池吗？它能没有比亚迪电控系统吗？所以这个东西不但满足它意大利的市场，还可以销欧洲嘛。那么它汽车的产量因为少，这是名牌嘛，很贵，那么它可能要发展中价位的，那一定要走这条合作的路线。另外，你看它连机车都是最高级的，杜卡迪也是最好的机车。那么很多精密工业，第三个精品，意大利的精品东西很多，那确又是中国人最能消费的。中国人到了那些欧美国家是整个仓储的东西，他一次买了，包包也皮鞋。第三个，以我个人的经验，意大利的西装最适合中国人的体型，它的版型呢，跟中国人身材差不多。你要到美国去买西装的话，那穿那个龙袍一样，所以它不是没有市场，它的皮鞋也很好。所以问题就是说，它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能够赚钱，而这些东西是以前有过名牌了，有过这个知名度了，它要维持这个市场，要维持这个，还甚至要增加。那最大的主顾今天消费得起的是中国，中国的游客那在全世界有名的，所以这个问题啊。被美国威胁到不参加"一带一路"，他这个3年的协定就是"一带一路"的，对，所以这个东西啊，我讲过，没有哪个跟钞票过不去，没有哪个国家对经济不低头，所以这个问题啊，今天的这个美国大选跟这个俄乌战争已经暴露出来，欧洲的人心惶惶，我不晓得你下一个总统的政策是什么，对，那全世界都在慌，菲律宾更是美国爸爸不支持的。那你看他最近又放软，所以他前任总统也出来讲，中国原来中非关系原来好好的，你非要搞成这个样子。对，所以这个问题啊，东西陆权国家跟海权国家的争霸战，我现在觉得开始了。有这个实力，有这个底气了。以前是不行嘛，以前穷嘛，崇山峻岭根本就打不开交通，欧洲班列海上丝路，再加上这个纵贯线，从成都一直可以到了泰国、马来西亚，那这个交通结构出来以后，经济发展不可限量。好，来请教黄老师。我谈一谈这个菲律宾，它本来跟中国大陆要合作的，这从苏比克湾到克拉克基地铁路的这件事情好了啊，因为本来啦，中国大陆确实是看在杜特地的时候，大家关系好，而且杜特地他讲过说。我们在南海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用，这当然不是原文，就我们在南海的事情，如果我们不用这样争的话呢，我们可以跟中国讲，叫他们帮我们盖菲律宾的这主要的铁路网。意思就是说，南海我们就不要吵嘛，我去跟北京换来盖我们的铁路网。那确实从苏比克湾到克拉克基地，这是其中一个当时杜特地跟北京当局讲好的。苏比克湾在大马尼拉的西方。克拉克基地在大马尼拉的西北方，还有一个巴达燕，这3个地方就是苏比克、克拉克，还有巴达燕，加上大马尼拉这些地方，等于是菲律宾政府现在作为一个吕宋经济走廊的示范区，里面不只是货运，还有包括清洁能源，还有包括一些智慧城市的发展，还有它的这些环境运输、绿色能源，太多了，都在这个计划里面啊。中国大陆在2022年的7月发现菲律宾的态度有所转变之后，他就撤资了。那现在呢，菲律宾是期望跟美国、日本谈合作。那美国现在很明显，我觉得就是美国过去的策略，要投资亚洲是不是？我现在钱不是很多，我叫我的小兄弟投资一下。这小兄弟呢就是日本。那菲律宾政府他也挑明了讲，他认为说。日本的国际合作发展署叫 JICA， 或者日本有一个叫做海外基础建设投资公司JOIN， 他觉得说这些日本你们都很有钱，你们都是投资海外的，你们可以把钱给我们来发展这个苏比克湾到克拉克基地的铁路。但日本到现在还不置可否啦，因为一方面日本他可能会觉得这不是一个划算的生意啊。第二个就是菲律宾政府万一又换人了怎么办？让这个铁路，因为日本人以前对东南亚的援赠是这样子，我帮你把基础设施盖好，但是呢，
你要让我日本厂商在沿线进驻，而且你要帮我把周边的电力、交通等等的都帮我做好，方便我日本厂商。可是万一菲律宾总统又换了，然后他又对中国大陆示好，那这个铁路会不会变成被中国大陆厂商所用？所以我觉得日本政府还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在啊。所以当然了，我们看看日本政府会不会部分的投资，甚至配合亚洲开发银行也不一定啊。但是我觉得这个都还有很多的变数。那菲律宾政府大概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他是以56秒21拿下了铜牌，成绩也不够理想哦。他说没有想过自己最终会是第几名，可能是自己把自己也逼得太紧，执念太深。但是呢，现在游完之后心情放松下来了啦。但是这个铜牌的确好像对于他来讲的话，成绩也并不是有他这个原本预期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另外一个谭海洋啊，这个是大陆的男子游泳名将，他100公尺的蛙泳比赛当中呢，后半程也跌出了前3，只获得了第7名。那他是在这个赛后的采访表示，自己的能力方面肯定没有问题哦，但是面对比赛的时候，可能自己没有把这个情绪啊，或者是思想调整好。那你看到微博的热搜就在讲说，为什么谭海洋后半程游崩了呢？然后甚至还有讲说宇飞别哭哦，登上了微博的一些热搜，就是说大陆的网友对他们的表现呢，感觉就是有一点心疼啊。他们讲说这个尿检的检验次数也太频繁了，绝对是影响了正常的训练，一天7次谁受得了？这就是老外的阴谋。这个大陆的游泳队有苦说不出，真的是太憋屈了。大陆的跳水女皇高敏就讲说，我认为呢，这是1天7次的这个兴奋剂检测成功干扰了我们。那接下来现在大家就在聚焦说这个全红婵呢，他现在这个跳水明天要决赛，大家也担心说他是不是会受到一些相关的影响，就是希望他也能够不受影响获得好成绩哦，在这一场这个中美角力当中，不要被这个美国给得逞了，这样子一直用药检来干扰选手表现。那再来呢，另外我们这个中国大陆的跳水女将，竟然有这个公主抱，吓得这个美国选手目瞪口呆哦。因为我们看到这个陈艺文跟这个昌雅妮哦，他们2人在3米板的项目呢拿下了中国大陆的这今年第2届的第2金哦。那他们在颁奖的时候合照，其实呢，他们就突然来了一个公主抱，让旁边的美国选手看到之后，哇，目瞪口呆，就想说，哇，这个怎么这么突然的一个动作？当然展现了他们这个好交情，甚至是说，这个强大的这个臂力啊。所以他们就讲说，在受访的时候表示，能在郭晶晶面前夺金，相当的开心哦，因为这是前辈们打下来的江山。那这次郭晶晶哦，也是在微博上面大家讨论度非常的高，因为呢，他就讲退休之后他去考了裁判证，往跳水的权力层来混，为的是什么？要给中国队争一个公平哦。因为他说公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公平不是女性都是回归家庭做贤妻良母，男人才会这样施舍的，而是你得去掌权，公平是从你手下诞生的。那当然可能也是来自于说过去他在跳水的比赛项目当中，也可能看到很多不公平的情况，所以他就有这样的一个立志说，我也要去做一个裁判，未来在这样比赛的场上能够为中国队争一个公平哦。所以大陆的网友讲说，哇，郭晶晶你好飒啊，就是觉得说太帅了，就是如果没有公平的话，你就去掌权，让公平从你手下诞生，不然好像总是在这样的运动场上都得要看老美的脸色吗？都是要你要剪就要要剪哦。那所以很多的大陆网友讲说，真是幸好有郭晶晶，这一次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名场面哦，就是说这个现在目前的这个得奖选手是在郭晶晶面前得的奖，大家觉得说这样的一个场面非常值得纪念。那再来呢，现在这个女排也是大家一个聚焦点哦，因为事隔
了20年，中国大陆又跟这个美国的女排对上了，而且这一次是以3-2赢了美国女排哦，也让这个中国大陆非常的开心啊。他们是讲说，哇，这个在现场情绪非常的激动，把这个美国队哦，就本来他们在那边加油打气的一些观众啊，全部都给他们弄坐下了，因为大陆赢了嘛，所以他们后来没什么好欢呼，甚至现场还响起了科目3这样子的一个场面哦。大家说，真的是情绪非常的激动，在这个中美较劲之下拿下了1城。那我们看看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好像中美呢现在是预估奖牌榜上最后的冠亚军哦，所以现在就是拭目以待，看看最后谁才是这一次的奥运最后赢家。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这个玉芳哥，玉芳哥怎么看？国际政治啊，都有很多的斗争，很多的竞争啊。大家不要想到都在数什么军舰的数目啊，或飞弹的数目。其实有的这个比赛，有的竞争就在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在竞争。你去看一下啊，大概那个强国，所谓的全世界那个强国，大概也都是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前面的那几名。所以这些强国都投下很多的资源，在支持、在训练他们的运动员，因为他们知道这场比赛是攸关国家的这种荣辱，所以他们呢就是要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对，所以这样的一个竞争，大概这些年来替中国大陆争了很多的光荣。因为中国大陆在这方面真的就人口很多，他们也确实投下了很多的这个资源在培训他的这个队员呐。所以他在这个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这种比赛才能够这个排名排的那样的前面啦。当然就是连川普都讲中国大陆都每一样都很强啊，除了足球以外。所以中国大陆看起来未来真的要让人家真正敬佩他的话，这个要把足球给弄好才行了。好，那我们来请教一下黄老师。好，这个奥运4年1次但它确实是国家软实力的展现软实力其实不一定是指它的什么工艺的进步，或者是国民的生活的方式的比较先进，而是包括体育的实力，那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从奥运如果我们可以当成是一个体育实力的指标的话，那当然其实讲来讲去，最近这几次大家看的大概就是中国大陆跟美国。如果各位记得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其实应该是2020年办了，但是因为疫情所以拖了一下2021年的东京奥运，中国大陆一直到比赛结束的前一天，金牌数都是最领先的，但是它的总量当然输给美国像美国他那个菲尔普斯一届就可以拿个7、8面金牌的这个游泳怪物当然这个有些是天生，你正好又有这个环境。但是我要讲就是说，美国一直到2021年的最后一天才逆转胜，金牌数跟中国大陆比是39比38那大家排名是以金牌为准嘛，所以美国在2021年还是抢到了第1。那这一次到底会怎么样，我真的没有办法预判因为奥运是一个世界业余的这个运动里面最高的一个殿堂，其实很多顶尖的选手实力都差不多，有时候是比他临场的身体的心理的表现，还有比他的运气。运动一定有运气，特别是高手过招的时候。所以我只能说，大家都看好，又是美国跟中国大陆的竞技。那经过这个奥运，其实美国跟中国大陆的软实力又会散发到很多国际的舆论，还有国际群众的面前。那当然，这个奥运它只是一个民间的比赛我觉得像刚刚讲到郭晶晶说他当审判长、裁判长，他要把公平带回来。这很明显就是中国大陆很多的民众认为说，我们的跳水真的是最好为什么裁判都不好好的判？那说实在，我们其实都当过评审啦，评审也是人，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自己心里的裁量。那当然，郭晶晶他是裁判，也是裁判长，或许他可以把最公正的一面呈现出来，但是其他几位裁判呢，这个是无法控制的。所以其实包括就算是奥运的比赛里面，它还是不能够排除政治或者是人为的干预。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明显的一个现象啊。那但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奥运它是强调和平了，强调和平，所以只要大家在大致公平的环境下努力的竞争，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来讲，只要奥运可以和平的结束，大家展现了奥运的精神，那这就是提醒了我们国际和平、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好，请教帅将军。很多运动比赛啊，要看裁判。我们台湾的经验最讨厌的韩国爱国裁判，那简直太离谱。所以裁判对这个赛局很重要。你看那个拳击，除了击倒以外，大家看懂了，其他要看点数啊。什么柔道、摔跤，还有什么半胜、一胜、全胜，对不对？那就是裁判，对不对？那我们看那么多届奥运呢，我发现中国人呢体态比较小一点。你凡是靠肌肉的项目啊，你看我们篮球队已经很难打过美国了。美国的那个篮球队选手那个肩头那个肌肉跟小足球一样大，你跟他冲撞没有胜算。那好在现在科技慢慢进步了，听说这次奥运呢，每个足球里面都有晶片。有晶片呢，你像足球我也喜欢踢啊，足球最难判的是越位啊，只差那么一点，或者是手碰到球，那要罚球的。可是足球场很大，不像篮球场那个摄影机头照得很清楚，所以有了晶片呢，这个搞鬼的比较少一点了啊。那么我们看，我们晶片装在球里面，它可以感应，最好球员身上也装。那个是赌博的那一套。所以中国我们表现最好的乒乓球啦、羽毛球啦、跳水啦，因为体型娇小，可是肌肉控制力比他们强，就赢得了嘛。所以郭晶晶当个主裁判，大陆老百姓很高兴啊，就不会有那个受裁判的影响。因为跳水向来是中国强项嘛。对。但是主办国也有私心呢，法国就主办人加了2个项目是人家不擅长的，这个什么舞蹈。所以这个东西啊，大家在争取自己国家的声誉、荣誉嘛。所以上次刚刚黄博士讲的，差1名都是真的，对不对？对。那这里面跳水尿检7次是过分的，因为运动员的药检啊，你除了吃那种兴奋剂以外啊，很多你咳嗽药水啊、感冒药水啊，甚至于喝的什么饮料啊，都可能会有残留。而那个残留不足以影响比赛，可是它可以影响你有资格不参加或者不参加。第二个，你一天里面7次尿检，你不是干扰人家的这个？我们运动选手在上场之前，心情要调息下来，这个肌肉要放松，呼吸要调整，心态要准备好上场。你搞个很频繁的尿检，当然是干扰，对，很明显是干扰。所以这个问题啊，当然你国力嘛。但是中国这是另外一个收获，你奥运场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中国供应的，央视给你最好的传播系统，什么机器人啊、机器炒菜了，这些都弥补啊。这个奥运里面那个黑科技里面看的都是中国的嘛，所以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宣传的效果。你看花钱去支持，那我最担心的就是天气那么热。